是我妹妹对不住你。当年那张帖子是婉儿改了地点，可我也将这一生赔给了你。这几十年，每想到你被人欺辱过，我便觉得恶心透了。若有来世，不想娶你了。竟然还活着，这是我的手，我重生了，我真的回来了。不好，这条路掉头，换路！姑娘，不是去清溪谷吗？谢世子和婉姑娘正等着咱们呢。我说掉头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离清溪谷只剩1里地了。走东边官道，现在立刻！救！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一簪子下去，流了这么多血，奴婢瞧着都疼啊！疼？前世我走了左路，被山匪掳走折辱，那是碎骨剜心之痛。谢衍救我出火坑，让我带着失之的枷锁跪在他谢家50载，临死前那句恶心透了才叫疼。这一世，那条通往地狱的路，我宁死不走。不对，这种感觉，我何时中了迷药？上一辈子我也是这般晕沉，原以为是惊吓过度，才让那群山匪捡了漏。是帖子，谢婉，你竟然连这一步都算好了。你不仅要改路，还要下药确保我无法反抗。谢婉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翠萍，小姐，您别吓奴婢。看前面有没有车马？有旗帜，瞧着像是宫里的仪仗。拦车！小姐，那是宫里的车驾，冲撞了是要掉头的死罪啊！现在就去拦下他们！停车！快停车！救命啊！何人胆敢拦截东宫车驾？停！是萧恒，前世宫宴上遥遥见过的太子，这一次唯一能救我出谢婉毒手的人。你是何人？拦姑车驾，所谓何事？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这谢世子当真是重情重义，邻家嫡女被山匪掳去3日，他竟还按原例迎娶，可不是吗？换做旁人草犯亲了，真乃圣人啊！残花败柳，林鸾，你已经失了贞，名声尽毁，谢衍却愿意要你。别怕，以后有我在，我会护着你。世子，外面那些流言不必理会，在这谢府，没人敢指责你。那一刻，我想，老天待我不薄，他是真的对我好，往后的委屈都是我太贪心。嫂子，这镯子真好看，衬得你肤色像雪一样。借我带2天去沈家赏花叶好不好？婉儿，这是祖母临终留给我的念想，戴了10几年，从未离身。库房还有新的，你去挑吧。回夫人，方才婉姑娘来房中赏玩，不小心从桌上碰落了，她吓坏了，哭着跑回自己院子了。婉儿都跟我说了，她还小，贪玩了些。明天让人拿去镶金，照样能戴。世子，那是祖母的遗物，镶了金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金子更有面子，不过一个镯子，何至于总抓着她的错处不放？嫂子别生我气了，哥哥前2日已经骂过我了，还罚我抄了2页佛经呢。骂过他了，这就是全部的交代。从那天起，我才明白，我的珍惜在他们眼里，不过是可以用金子打发的垃圾。
大庭广众失仪了，宋夫人回府治伤。送林姑娘回府。夫人这烫伤极深，怕是要留下一辈子的疤了。阿鸾，还生气呢？那天姑氏在宫宴上急了，那天你失仪尖叫，太子在那头瞧了你2眼，为夫是见不得别的男人看你，吃味了。吃味？因为爱我，所以才在那一刻对我那样冷酷吗？下次，原来只要谢言还愿意编造谎言，谢婉就永远有下次。这花虽美，却也配不上长公主的尊贵。好一个谢家，竟敢毁本宫心头好！今日不给交代，这事儿没完！谢婉这次捅破了天，我以为她终于要舍掉这个祸害了。哥哥救我！长公主要送我去慎刑司，我不要去！老国公以命换来的浩荡皇恩，他居然拿去保谢婉。你闯的祸，谢家保不住你了。我已求了恩典，为你定下门亲事，下月出嫁。出嫁？谁家能配得上我？赶王世子，想定的是哪一家？永宁侯府嫡少子。永宁侯府嫡少子。永宁侯府嫡世子，相貌堂堂，为人宽厚，一生享尽荣华。我遭难，他用10里红妆救赎；谢婉闯事，他用泼天富贵惩罚。婉儿出嫁排场不能寒酸，这些玉器绸缎就先从你那儿调。那里面有不少是我娘家带来的，是我最后的体面。哥哥，婉儿不舍得你，婉儿不想离家。去吧，受了委屈就传信，哥哥永远是你后盾。一样的红手，一样的温柔。原来他不是不会温柔，只是不属于我。我以为他本性纯良，原来护我只是他不得不尽的责任。新婚夜他说护我，他确实护了，可他更护谢婉。11年了，我在他心里始终排在谢婉后面。我以为只要足够温顺懂事，他就会把我往前挪一寸。可是没有，50年一次都没有。我一直在骗自己，他只是看重手足。阿鸾，我有件事瞒了你50年。那日踏青，是我妹妹改了帖子上的地点和路线。你说，谢婉？是我妹妹对不住你，可我这一生也赔给了你。为了她的名声，我娶了你。这几10年，每每看到你，想到你被山匪欺辱过，我便觉得恶心透了。我施舍了你50年的深情，我也受够了。若有来世，我不想娶你了。原来一切的始作俑者竟是谢婉，而你明明知道一切，却以救世主的姿态恶心了我50年。醒醒！你中了迷药，剂量不轻，先安心歇着。姑已经让人去查你的马车了。你是哪家的姑娘？镇国将军府嫡女林鸾。林家在城东，你走这条东郊官道，
是要去哪儿？不能说，他怎么盯着我的手腕看？你昏迷中一直说梦话，喊了一个人的名字。我要杀了你！谢爷，你心悦于他。如若姑说让你做姑的太子妃，你可愿意？这府里的风向变了，看来王氏已经在为我准备大礼了。我的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整整3日3夜，你到底去了哪里呀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消失这么多天，可让娘担心坏了。前世你也是这般一边关心，一边用唾沫星子淹死我。阿鸾，娘听说你是在郊外被山匪拦住了，那些山匪有没有对你？母亲多虑了。那日我在官道遇险，救我的人是当朝太子殿下。这3日，我一直在太子别庄养伤，全程有太医随侍坐着。太子殿下，阿鸾，你怕不是受了惊吓失了心智吧？满京城谁不知道，太子半个月前就去泰山为陛下祈福了，如今殿下尚在泰山之巅，你却说他救了你。去泰山了，可那日在马车里，那玄色锦袍的触感，萧环那双冷冽的眼，绝不可能有假。不然，真的是太子殿下，奴婢亲眼看到的。那人穿玄色锦袍，系皇家金带，气势威严，断不会认错。一个卑贱的丫鬟，这辈子见过几回龙颜，怕不是见了张毡带就成活菩萨，认错人是小，坏了太子清誉是大。阿鸾，你这谎话编得太没边。咱们这位大姑娘怕是得了癔症了吧？为了遮丑，这种胡话也敢编？什么太子救命，多半是被山野村夫救了，或者干脆让人骗了清白，回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呢。阿鸾，母亲知道你心里苦，可这种谎话以后万万不能再提了。太子是云端上的人物，怎会把你往不清不楚的别庄带？这话传出去是大不敬之罪，全家都要跟着吃瓜落。王氏说的没错，太子去泰山是全城皆知的定论。那么救我的那个人，不，绝不可能认错。唯一的解释是，太子确实去了泰山，但他秘密提前回京了。这个消息连王氏和父亲都不知道。母亲说的是，许是女儿受了惊吓，认错了旗帜。3日奔波，女儿实在是乏了。若母亲没有别的事，女儿先回房休息了。不对劲儿，这丫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静？她一定在隐瞒什么。姑娘，外面都在传疯了，说你被山匪糟蹋了3日3夜，还编瞎胡说太子救了你，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甚至有人在茶楼贴了对子骂你。前世，这些流言毁了我的一生。原本以为是谢婉使坏，可现在看来，流言传得如此之快，落点如此精准。王氏，原来是你。我就说吧，那种拙劣的谎话只会害了你自己。太子明明在泰山，你怎么不说玉皇大巨救了你？怕不是在山匪窝里吓破了胆，才编这种话贴金。林家的脸面全被你丢尽了。既然你不自爱，身为母亲，我也只能带你死去的亲娘好好管教管教你。来人，请家法！跪下！夫人，姑娘，谢世子来了。前世他也是这样笑的，在我声名狼藉时，给了一场让他博尽美名，却让我痛苦50载的虚伪婚姻。阿鸾，听闻你路上遇了险，我这3日当真是寝食难安，忧疑如焚。如今亲眼看到你平安无事，我这颗心才总算是放下了。这只是先行送来的定礼。阿鸾，
其他的我回府再添。这是做什么？阿鸾，如今外面流言蜚语四起，你的名声已是大不如前。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可这世上终究人言可畏。我不去听那些碎语，我在乎的只有你。嫁给我，我会给你10里红妆，8抬大轿。往后在这京城，有我护着你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半分。哎呦，世子爷当真是重情重义呀！世子爷，我们阿鸾刚遭了那样毁名声的难，您不仅不嫌弃，还愿意这般高调迎娶，这真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呀！阿鸾，你还不快谢恩！你如今名声烂到泥里，除了世子爷，谁还肯要你这个破鞋？莫要不知好歹！愿意，世子爷，我们阿鸾自是愿意的。快请进里屋，咱们细谈婚事。阿鸾，你为何一直不说话？是高兴傻了吗？真是郎才女貌，世子爷这样的好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真是郎才女貌，世子爷这样的好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可不是，外头传的那么难听，世子肯娶是天大的恩德。救赎，施舍。夫人，姑娘，外头来了一队人马，说是慌什么？没见世子爷在吗？把舌头捋直了说是东宫的仪仗，太子殿下来了。胡说八道！太子半月前就去了泰山，怎么可能来临府？你再信口开河，仔细你的皮！夫人饶命，来的真是东宫仪仗，领头的是太子贴身内侍，奴才绝不会认错。难道林鸾说的是真的？太子真的救了他？慌了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夫人莫慌，我常年为殿下办事，殿下若秘密回国，定是因朝中急事，来临府，应是来寻我的。哪位是林府当家的？公公，妾身是林主母王氏，不知太子殿下有何吩咐，妾身有事远迎。咱家不找当家的，咱家是奉命来寻林侍郎家的嫡女。公公，这是妾身的女儿，林家嫡女林青。青儿，快给公公见礼。青儿见过公公。这是林家原配嫡女。公公说笑了，这既是嫡女，也是正经嫡女。青儿自幼知书达理，品貌更是京中数一数二的。咱家问的是，她可是林将军原配夫人沈氏所出的那位长女？哼！咱家瞧着这画上的模样，跟这位二姑娘可没半点干系啊！大胆，竟敢拿个假货糊弄东宫，欺君罔上！你们林家是想满门抄斩吗？公公恕罪，公公饶命，是妾身老眼昏花。阿鸾，快过来！奉太子殿下谕，本月初7，故于东郊官道遇刺，幸得林家嫡女林鸾舍身相救，故方才脱险。此女胆识过人，德行可嘉，孤心甚感，特遣内侍问询。若林姑娘愿嫁，故当力请陛下赐婚，以正名分。救驾，我明白了。萧寒，你是在替我圆名声。这3天3夜的消失，不再是山匪的折辱，而是舍身营救当朝储君。只要这个名头在，我便不再是泥潭里的败类，而是大勋朝的功臣。这位公公，此事怕是有误会。这位公公，此事怕是有误会。阿鸾那日分明是与我去清溪谷踏青，怎会跨越大半个京城去救殿下？想必是太子殿下认错了人。世子爷，您是在质疑殿下的眼力，还是在质疑东宫的话？谢言，上一世你为了名声委屈自己娶我，这一世你还是为了那点体面，想把我钉死在耻辱柱上。公公，世子说的对，太子殿下是被这丫头骗了。这丫头前几日被山匪掳走后就吓疯了，终日疯疯癫癫，满口胡言，她的话万万做不得数啊！住口！殿下遇刺那日，林姑娘就在殿下马车之内，寸步未离。
哪里来的什么山匪？夫人莫不是癔症了，竟敢在咱家面前构陷救驾功臣？林姑娘，殿下的意思，您意下如何？谢妍在紧张，她不是怕我受委屈，是怕她重情重义的美名崩塌，怕谢婉的丑事被翻出来。阿鸾，公公，请转告殿下，林鸾敢欺殿下厚爱，我愿意。阿鸾，你不能！你已经许给谢世子了，满月聘礼都抬进门了，白纸黑字的婚约，你断不能再嫁他孩子。母亲，敢问这桩婚事，林鸾何时亲口答应过？聘礼是谢世子一厢情愿抬来的，婚事是您定下的，这门亲谁定下的，谁去嫁。胡闹！自古婚姻大事，皆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。林夫人，殿下仁德，特意交代先问过姑娘意愿。既然林姑娘没点头，就算谢家把金山抬来，也绝不作数。自古以来讲究的是君臣父子，父母之命在皇恩面前算得了什么？王氏怕了，他算计多年，想裁我给林清铺路。如今我若成太子妃，他母女俩再无翻身之日。咱家这就回去复命，姑娘且宽心，殿下今日便进宫请旨，明日东宫下聘队伍准时临门。哼！阿鸾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东宫深似海，你这般嫁进去，未来未必……世子，为了这一刻，我想了整整50年，我想的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姑娘，您听见了吗？明日东宫下聘，你要当真正的太子妃了。我要当太子妃了，并非因为萧贺的权势，而是因为在那辆马车上，他是唯一一个先问我愿不愿意，而非清白与否的人。赐婚下月初8，钦此。听见了吗？谢世子这都砸了半屋子瓷器了。林家姑娘成了准太子妃，他这美差泡了汤，能不气疯吗？陛下，臣心中有一桩公案不明，想请教在座诸位，请教未来的太子妃娘娘。谢卿，今日是秋宴，你有何事不明？林家嫡女林鸾半月前在京郊失踪，满城风雨，人尽皆知，被山匪掳走整整3日3夜，谁人不知是何种境遇？怎么转眼就成了救驾功臣，还要嫁入东宫？这未免也太巧了。依臣看，这分明是有人早有预谋，自眷枕席。这哪里是救驾？这分明是攀龙附凤，水性杨花。是啊，世子说的不无道理，这救驾确实来得太突然了。失踪3日3夜，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谢爷，你果然撕下了伪善的皮。前世你困我50年，今生我也等你这临门一脚。说吧，
那日在清溪谷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回贵人的话，是个小女子给了小人银子，让我在清溪谷接青卫马车的姑娘，还给了迷药，要毁她清白。你胡说！你这下贱的山匪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不认识？那谢家小姐为何如此着急跳出来认令？殿下，一张纸而已，定是有人刻意模仿圣妹笔记，陷害于他。陷害？一个关在东宫密牢的山匪，怎会一口咬定谢家小姐？世子方才说林鸾失了清白，怎么山匪供出真凶，世子反而不认了？谢世子，方才你还控诉我攀龙附凤，那我都要问问。我刚回府，你便带12箱聘礼上门，这又是为什么？我心悦你，心悦我，那我倒要问世子，你给我的帖子上为何会有女子尝的熏香？这沉水香配方独有，唯谢府主子才享用。拿着谢婉进了迷药的帖子约我出门，再装重情重义来求娶，你的这番深情，我受不起。你早就知道那帖子有问题，你早就看出猫腻，却故意不来。等我声名尽毁，你再如神袭般降临。你算的不是情，是你的名声。阿鸾，我是心悦你，才心悦我，会明知陷阱送我送死，会失踪3天不寻人，只筹备聘礼。你心悦的是那万人敬仰的牌坊。我没有。那你说，为什么谢婉改了帖子？你连问都不问我遭遇了什么？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死里逃生的吗？你不想，因为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就在等残破不堪的我跪在你脚下感恩戴德。陛下，臣与方才一时激问失仪了，请陛下恕罪。说得好，句句在理。受了这等安杂气，如何能不怒？谢世子，你妹妹谋害命官之女，设计逼婚，以大勋律例，该当何罪？哥哥救我！我不要去死了！哥夜里风大，自行着凉。殿下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。你要乱下了，别怕，以后我在护着你。姑娘，该上妆了。这才是我原本的样子，谢爷，那50年的搓磨，这一世我会让你一点点还回来。什么人胆敢拦截东宫喜轿？不要命了吗？阿鸾，阿鸾，你不能嫁他，你不能啊！姑娘，是谢世子，他
他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副鬼模样？姑娘，是谢世子，他怎么把自己搞成了这副鬼模样？阿鸾，回来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阿鸾，你看我一眼，阿鸾。阿鸾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上一世了。那一世你嫁了我整整50年，是我护着谢婉害了你，是我嫌你脏，是我说过来世不想娶你，我就是个混账。这谢世子怕是彻底疯了吧？什么上一世下一世的胡言乱语，些什么鬼话？你没听说吗？秋宴上他大闹一场，被陛下罚了，这刚放出来就魔着了。真是现世报，国公府世子沦落到大街上撒泼，真叫人看笑话。谢言，你以为你觉醒了记忆，认了错，我便要感激涕零吗？你的忏悔，比你的嫌恶更让我觉得恶心透了。阿鸾，阿鸾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用一辈子，用我的命来赎罪，我赎罪。你是我的妻，前世你是我的妻，今生你也该是，你不能嫁给别人。走。阿鸾，林鸾，求求你。姑娘，谢世子他满手都是血，指甲都……要不您见他一面，怕误了入东宫的吉时。谢言如何，与我何干？走吧。可是谢世子他……我说，走。是。阿鸾，我错了，你杀了我好不好？阿鸾。若有来世，不想娶你了。前世你施舍一生厌恶，转身就走；今生你跪地求我回头，晚了。谢言，你欠我的孩子，欠我祖母遗物，欠我被毁的一生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，你都还不清。手怎么凉成这样？殿下，你以后会嫌弃我容颜衰老、色衰爱衰吗？姑期待那一天，因为那意味着是姑陪着阿鸾走过了一生。别哭了，从今往后，这天下没人能再欺负阿鸾半分。吉时已到。今日谢眼蓝教闹得满城风雨，阿鸾，你心里可有波澜？没有，谢眼于我而言，不过是长街上撒泼的陌生人，过去种种皆如死灰。姑不问，是因为姑尊重你，但姑会等。前世50年，谢眼从未问过我在想什么，
而在萧焕眼里，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他的妻子。谢姑什么？谢姑让你做了这万人之上的太子妃？谢殿下肯信凌乱，谢殿下在所有人指点我时依然站在我身边，更谢殿下在那马车里是第一个问凌乱愿不愿意的人。姑信你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你林鸾值得。从今往后，有姑在，没人敢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就这身吧。准备好了？是殿下。陪你一同去。殿下今日不用上朝吗？今日休休，免得那些不知死活的人欺负了姑的人。阿鸾，恒儿性子冷，这东宫往后就指望你多费心了。恒儿，阿鸾是实诚好姑娘，为救你受了不少流言委屈，你若待她不好，本宫头一个不饶你。儿臣遵命，定不负母后所托。瞧瞧，太子殿下什么时候对人这么上心过？这哪是请安，分明是带着太子妃宣誓主权。谁再敢传流言，怕是嫌命长了。奴婢等参见太子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跪在这里的有多少是宫里的眼线，又有多少是前朝旧臣派来的细作？上一世我在后宅搓磨50年，最懂剥皮拆骨。这东宫的烂泥，我正好清理干净。都起来吧。从今往后，东宫的规矩由我林鸾来定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进了东宫就要守规矩，安分守制的，我自然不会亏待。若是有人敢阳奉阴违、搬弄是非，或者吃里扒外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东宫的井里，不缺不知死活的冤魂。张嬷嬷皇后的人，前世仗着资历深厚，没少插手各府后宅。张嬷嬷，你是母后派来的，在宫里待了几十年，资历想必是全东宫最老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去负责打理后院洗扫缝补的杂事吧。李管事，你负责前院的采买、进项与安保。至于其他人，各司其职，做好自己的分内事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唯你们是问。怎么，张嬷嬷瞧着不乐意？可是对本宫的分配有意见。奴婢不敢。不敢就好，都散了吧。东宫不养吃白饭的闲人。姑娘，那张嬷嬷毕竟是皇后娘娘亲自指派的人，您第一天就这么折她的面子，若是她回宫告个刁状，得罪了皇后可怎么好？这东宫既然成了我的地盘，若是连个下人都拿捏不住，日后这京城贵女们还不把我生吞活剥了？张嬷嬷仗势欺人，若不先折了她的傲骨，这东宫迟早要翻天。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这就是张嬷嬷给的下马威，这才不是冷如冰，就是咸如盐。姑娘，奴婢这就去找她理论，非撕烂她的脸不可。姑娘，她这明摆着是欺负主子，这饭菜是人吃的吗？她就是想激你发吼，诱我大闹，转头好去母后面前告我苛待旧人，德不配位。去，把张嬷嬷叫进来。娘娘，这午膳用的可还顺口？您急着唤奴婢来，可是有何指教？张嬷嬷，今日这满桌的席面是谁做的？回娘娘，是厨房的刘厨子。刘厨子，我记得东宫的厨子可都是母后从御膳房千挑万选出来的，手艺不该这么自毁招牌。这菜要么冷如冰窖，要么咸得发苦，
张嬷嬷，你是在告诉我御膳房总管的手艺退步了，还是在说母后的眼光出了差错？许是今日厨房事务繁杂，那起子奴才忙晕了头，出了点差错，奴婢这就端下去，让他们重做一桌换上来。不用了，既然这刘厨子手艺如此不堪，连最基本的冷热咸淡都分不清，这种废物不配在东宫待着。张嬷嬷，你现在就去把那个刘厨子打发回御膳房，顺便给御膳房总管带句话，以后再敢派这种货色来东宫糊弄事，就别怪本宫不给他面子，亲自去父皇面前请他撤职。娘娘，这怕是不妥吧？刘厨子虽今日失手，可他到底是御膳房总管亲口托付的远房侄子。您刚入宫，根基未稳，若是为这点口腹之欲得罪了总管大人，往后宫里的吃穿用度，怕是没那么顺当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说怎么手艺这么差，还敢来东宫当差？原来是后头蹲着个好叔叔。不过，就算是御膳房总管的亲侄儿，也没理由在我这儿吃白饭还偷奸耍滑。记住了，我这东宫不养废物，更不养吃里扒外的闲人。你现在就去，亲自把刘厨子给本宫送走。若是御膳房总管当真有意见，你让他不必找你，直接滚来东宫，当面找我林团要说法。奴婢的意思是，总管大人到底是母后器重的。怎么，本宫的话你听不懂，还是你这张嬷嬷的耳朵也想跟着刘肚子一起滚出东宫？奴婢遵命。姑娘，您方才真是太威风了！看那张嬷嬷以后还敢不敢仗着皇后的事在咱们面前耍花招？翠萍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在这深宫后院，这样的算计往后只会多不会少。你记住了，在东宫我们不去主动惹事，但若是麻烦找上门，也断然不能怕事儿。谁要是敢欺负到我们头上，我们就10倍100倍的还回去，让他们知道这东宫到底是谁说了算。东宫这潭水总算是清了。人就是如此，你若温柔，他们得当你好妻；你若雷霆，他们才知畏惧。孤本以为你只擅长雷霆手段，没料到打理起繁杂家事竟也如此利落，甚至还会这般精致的绣活。不过是闲暇时的消遣。殿下若是不嫌弃阿鸾手艺粗笨，待这幅白玉阳绣好了，便送给殿下把玩。这针脚，竟比御用的绣娘还要灵动几分。灵动吗？那是前世50年在谢府那座牢笼里，为排遣无尽冷郁与寂寞，一针一线刻进骨子里的伎俩。阿鸾，有你在，真好。臣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妃娘娘。岳父大人不必多礼，如今孤既娶了阿鸾，大家就是一家人，无需这般拘束。阿鸾自入东宫以来，事事周全，深得孤心，您尽可放宽心，往后孤定会好好待她。有殿下这句话，臣就彻底放心了。母亲，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，家里一切都还好吧？好，都好，老娘娘挂心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东宫的人回禀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京城里可是热闹得很呢。有人到处散布谣言，说我被山匪掳走，糟蹋了3日3夜才放回来，甚至还有人说本宫疯了，才敢编派是被太子殿下折旧这种瞎话。
更有人写了恶毒对子，大张旗鼓地贴在茶楼门口，仿佛诉说的是旁人的闲事，骂我是落难凤凰不如鸡，痴心妄想配太子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大人物，那些话绝不是臣妇说的，定是底下该死的下人胡言乱语。臣妇昨日已经把那起子烂了舌头的贱人都打发走了。哦，是吗？可我手里的口供，怎么说最先散播这些谣言的，正是母亲你呢？那些对子也是母亲让庄子上的书生写了，贴在茶楼门口的。母亲，当着太子殿下的面，你还要瞒到什么时候？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给我说实话！老爷，我错了，我是一时糊涂，猪油蒙了心才做了算式，求老爷求娘娘饶了臣妇吧。母亲，你可不是一时糊涂，你是日日夜夜都盼着我出事，好让你的亲生女儿林清顶了我的名头，顺顺烂当的嫁进谢家当世子夫人，对吧？不仅如此，当初东宫内侍来传旨，你竟然敢让林清冒充我接旨。若非内侍手里握着我林鸾的画像，恐怕现在坐在东宫太子妃位置上的就是你的好女儿林清了吧？姐姐饶命，那些都是母亲逼我做的，我不想的，我真的不想的。你不想？你不想？当初内侍公公当众问你是否是沈氏原配所出的嫡女时，你为何不说你不想？你当初一脸坦然，盈盈下拜，自称林家嫡女的时候，可有一丝一毫的犹豫？林清，你胆子倒是不小，连欺君罔上、李代彭族的事情都敢做。你可知道，欺君之罪，在大勋朝是要满门抄斩、株连9族的。王氏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我林某人真是瞎了眼，当年才会被你这副伪善面孔蒙蔽，娶了你认门。欺君罔上，李代投庄，你竟然敢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！你可曾想过，你这一举动差点害得我林家满门抄斩，毁了我林家100年的忠义名声！老爷饶命啊！我也是为了青儿好啊，青儿也是您的骨肉，我想让她嫁个好人家，一世无忧。我有错吗？老爷，我错了，求您看在多年夫妻情分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母亲，你现在跪在这里求机会，那我问你，当年你在暗处与谢婉联手的时候，可曾给过我林鸾半分机会？你故意散播那些不堪入耳的流言，恨不得全京城的人都朝我身上吐唾沫，你想毁掉我的名声，想让我一辈子活在见不得光的指指点点里。那时你可曾想过，我只是个未出阁的姑娘？你可曾给过我一丝生机？王氏，你觉得这天理昭昭，我凭什么还要给你机会？岳父大人，这欺君之罪非同小可，此等丑闻若是传出宫墙，不仅你林家要受牵连，就连姑这个当储君的，怕是也难辞其咎。今日之事，臣定会给殿下、给太子妃娘娘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王氏，你这毒妇！你善妒成性，多年来苛待原配嫡女，如今竟敢为私心意图欺君罔上，简直罪无可赦！从今日起，废除你当家主母之位，即刻送去家庙终身礼佛。林清罚闭门思过3年，不得出门，更不得议亲。老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这些年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林府上下家务，没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能把我送去家庙等死？闭嘴！若非看在你为我青儿的份上，我今日就该一封休书赶你出林家。你再敢多言，我这就把你交给大理寺，治你欺君之罪，让你去刑上哭个够！看着他们坠入地狱，我心里没有半分同情。前世50年的精神凝聚，今生这些账，我一点一点的，终于亲手讨回来了。阿鸾，是为父对不起你。这些年为父忙于军务，竟让你在家里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父亲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往后林家有我在，再也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了。殿下，尝尝这个。阿鸾，这是你最爱的红烧狮子头，多吃些。阿鸾，东宫深似海，以后凡事要小心。若是受了委屈，千万别憋着，尽管回娘家来。记住，林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知道了，父亲，您多保重身体。父亲，您多保重身体。
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林鸾是萧环的妻，是这大勋朝的太子妃，更是林家不倒的骄傲。报娘娘，大理寺对谢家小姐的判决下来了。姑娘，您快瞧，大理寺卿亲你的折子，证据确凿，谢完便甘判死刑。只是陛下念谢老国公战功法外开恩，改判流放3千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谢世子也被罚了俸禄，依旧关在府里思哭。太好了，流放3千里那等苦寒之地，她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哪受得住？真是天大的报应。这只是个开始，谢婉欠我的可不止这一条命，这点苦她还没还清。连一卷残席都没有，彻底成了荒郊野岭的孤魂。姑娘，外面传回信了，谢婉在流放途中人已经没了，听说是病死的，也有说是被山匪，总之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，扔进乱葬岗了。前世你害我失贞流产，死在谢府冷暴力下，今生你惨死荒野，死无全尸。谢婉，这结局是你自己选的，罪有应得，何须挂怀？东宫重地，闲杂人等退避。阿鸾，你出来见我一面。婉儿死了，她死在流放的路上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伪善害了她，也害了你。阿鸾，我有话和你说，求求你，看在一世夫妻的情分上。启禀殿下娘娘，谢家世子在宫门口闹开了，他跪在地上磕头不止，额头都见红了，嘴里一直喊着娘娘的名讳。这个谢爷当真是个不知好歹的疯狗。阿鸾，要不要姑现在就派人直接把他给乱棍打出去？不用，让他跪着吧。他既然想在这儿尽情宣泄他的深情，那就让他跪个够。等他跪累了，自然就滚了。姑是怕他这般疯癫，会影响了你和东宫的名声。名声？殿下，谢燕自己都不要脸面了，难道还要我们替他护着？他愿意跪，就让他跪，正好让全京城的人都好好瞧瞧，这位曾经名满京城的谢世子，私下里到底是多么的重情重义。多吃些，莫要为了旁人坏了胃口。这就是那家出了疯世子的国公府。听说谢世子现在整天关在屋里买醉，浑身酒臭气。姑娘，谢家彻底不行了。姑娘，谢家彻底不行了。门庭冷落，谢世子如今就是个废人，人人都躲着他走。谢言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。前世你们加剧在我身上的每一寸痛苦，今生我也一点一点的还给了你们。多吃肉，你身子底子薄，得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虽依旧冷冰冰不爱说话，可所有温柔都藏进了这些琐碎里。烫了便推开，不准硬挨着。殿下，阿鸾又不是3岁毫头。东宫的中废往后全交由你打理，你想换谁，想立什么规矩，姑都准了。你是姑的妻，这东宫你才是主人，你想做什么，姑都支持。在看什么？竟然连姑进来了都不知道，这么入梦。殿下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刚进来，看你看的连魂儿都飞进阵法里了，姑哪舍得打扰。姑本以为你会看些琴谱花经，没想到
阿鸾竟然喜欢看这些杀伐果断的兵法。我幼时便在营帐里抓着沙盘长大，只是后来嫁给了谢衍。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兵书是利器之物，污了内宅清净。为了当他口中合格的世子夫人，那是他谢衍鼠目寸光，配不上你的才华。阿鸾，记住了，在姑这儿，你想看什么就看，想做什么就做。这大勋朝只要有姑在，没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。殿下，有你真好。阿鸾，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是镇国将军府的嫡女，更不是因为你救过姑的命。姑喜欢的只是那个坚韧、勇敢、聪明且独一无二的林鸾。佳音欺我，何曾看过我一眼？而萧玄，他爱的是我的灵魂。那一晚，在那温柔的交缠中，我终于彻底放下了前世的灰暗，成为了他真正的妻子。本还想着往东宫送几个侧妃，瞧瞧太子殿下那护护子的劲儿，谁还敢去触这个眉头？罢了，殿下眼里压根就看不见旁人。走吧，省得自讨没趣。阿鸾，恨儿以前的性子冷得像块冰，身边连个喘气儿的都近不了身。自从娶了你，本宫瞧着他整个人都鲜活了，连笑容都多了几分。阿鸾，本宫真是要谢谢你。母后言重了，能嫁给殿下是林鸾此生最大的福气。世子，府里的银钱都败光了。你听说了吗？谢家那位世子怕是快熬不过这个秋天了。真的假的？他才多大年纪啊，还能有假？听说他自打妹妹死后就彻底疯了，整天把自己灌得烂醉，把身体全喝垮了。现在的谢府下人都跑光了，他躺在床上连饭都喂不进去，造孽啊！依我看，这叫现世报。可怜他做什么？谁让他当初放着好好的嫡女不珍惜，非要由着那个恶毒妹妹作着咱们太子妃？这就叫天开眼。阿鸾，毕竟相识一场，要不要姑陪你去谢府，最后看他一眼？不用了，他于我而言，不过是个走在长街上都会嫌污了眼的陌生人。他的生也好，死也罢，都与我林真的没有半分再无半点关系。好，都依你。凉了。陛下说了，念在老国公的面子上，这丧葬费宫里出了，赶紧弄走，别在皇城边下晦气。姑娘，那头传信了，谢衍就在昨儿夜里走了。阿鸾，都结束了。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前世那个困了我50年、毁了我一辈子的男人，终于彻底消失在这个世间。谢衍，前世的恩，今生的仇，从这一刻起，咱们两清了。恭喜殿下，贺喜娘娘！娘娘，这是华脉，已有2个月的身孕了。别动，过来。殿下，阿鸾只是怀了孕，又不是断了手。在姑这儿，你现在连指尖都不能累着。瞧瞧，咱们这位杀伐果断的太子殿下，如今竟成了京城第一奇脑。可不是，连喝杯水都要亲手喂到嘴边，真是把太子妃宠上天了。眉眼彻底软了过来。
阿鸾，你现在可是大勋朝的功臣，想要什么，想吃什么，跟母后说。焕儿，你若是照顾不好阿鸾，本宫就把她接回长乐宫亲自照料。母后，儿臣照顾得极好。阿鸾，爹又给你带好吃的来了，这是爹亲手给咱大外孙做的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还有这糖炒栗子，爹特意让人排队买的。前世为了谢家那点施舍，我卑微入骨，今生我终于被所有人如珠如包地捧在了心尖上。生了！贺喜殿下，太子妃娘娘生下了一位小皇孙。好，朕的大外孙出世，乃大勋之幸。传朕旨意，赐名萧承志，即日起立为皇太孙，以此彰显东宫嫡系之尊。万岁万万岁！岳父，你看，承卓这鼻子长得极似阿鸾。岳父，你看，承卓这鼻子长得极似阿鸾。阿鸾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肯嫁给姑，谢谢你给了姑一个真正的家。殿下，这也是我想要的家。前世我活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，受尽谢家兄妹的折辱，今生是萧环给了我破茧而出的光，给了我足以遮风挡雨的温暖。红烛燃尽，新生已始，这一世我林鸾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